这艘核潜艇上的船员突然检测到有一个形体大于潜艇的东西正在向他们的方位驶来，而且速度极快，甚至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于是船员立刻将此事禀报了艇长，可艇长却并没有当回事，因为艇长根本就不相信海底下会有比核潜艇还大的行动物体。可下一秒，潜艇上的操控仪器瞬间熄灭，使潜艇彻底失去了动力。在强烈的撞击下，鱼雷舱内瞬间涌进了大量的海水。情急之下，艇长只能命令封闭鱼雷舱。可此时在其他舱内，也因为刚才的撞击引起了巨大的火灾，已经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驾驶舱也被完全的烧毁，从而导致潜艇正在快速的向海底撞去。危机时刻，艇长命令手下快速发出救生标，希望能求得一线生机。可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潜艇却是一头沉撞到了海底。大量的海水全部涌进了舱内，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只是一瞬间，潜艇内就已经全部被灌满。然而更加不幸的是，在海水的冲击下，潜艇竟然坠落到了深不见底的山崖下面。但好在军方及时找到了救生标，准备对潜艇进行救援。可军方却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人，而是找到了开采石油的队伍，只因为在潜艇出事的海域就在这个钻井平台附近。可此时正在海底探查石油的工人却并不想参与这次的救援，只因为潜艇坠落到的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会危及到他们的生命危险。无奈负责人开出了10倍的高额工资，在金钱的诱惑下，几人也同意了这次的救援。于是军方立刻派出了一支小队前往海底，协助工人们一同救援。而这个小队的领头人米娅，也正是工人队长尼森的前妻。小队在到达海底平台后，他们不敢耽搁，迅速前往出事海域。在探测艇的牵引下，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指定地点。核潜艇坠落的崖边，众人立刻行动，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驾驶了3台救援艇驶向崖底，以防同伴发生意外。很顺利，他们成功找到了潜艇，但他们却发现潜艇上所有的导弹口全是打开的，好像是没有来得及发射。可现在他们来不及多想，立刻来到了舱门。但当他们打开舱门后，里面已经破烂不堪，全是海水。可现在他们已经顾不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想着快点找到活口。于是几人决定分开寻找，这样能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可当他们到达其他舱内的时候，却发现整艘潜艇里满是船员的尸体，没有任何活口。工人在看到这一切后，便立刻掉头想要回去，因为他实在是太害怕了。可尼森却还想要继续寻找活口，但看到工人已经害怕的在颤抖，无奈尼森拿出了绳子绑在了2人的身上。可就在尼森离开后不久，这名工人的手电突然熄灭，于是他开始猛拽绳子呼叫尼森，可没成想绳子却被卡住了。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逃出潜艇。可在慌忙逃跑中，他却意外撞坏了氧气，但好在这时尼森已经赶了回来。在看到工人发生意外后，立刻通知了外面准备撤离。可当米娅准备开动救援艇的时候，救援艇却突然失去了动力。下一秒，只见一个小光圈一闪而过，还没等米娅反应过来，救援艇又从新有了动力。回到平台后，米娅将她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尼森，可尼森却并不相信他说的话，还在嘲讽他是不是出现了幻觉。可就在2人争论不休的时候，工人突然跑了过来，告诉尼森，那几名士兵私自开走了他们的探查艇。于是尼森立刻前往出水口，劝阻他们不要开走探查艇，因为他们接到了通知，有一股剧烈的风暴马上来临，他们得使用探查艇打开与上面母船的连接带，不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可几人却并没有听尼森的劝阻，直接将探查艇开出了平台。几名毫无经验的新兵竟然对自家潜艇上的核弹头打起了主意。只见几人看着说明书上的讲解，顺利拆下了1枚分弹头，便立刻返回到了海底的平台内。可他们的这一做法却直接害了大家，因为此时在海面上已经刮起了风暴，而母船与海底的连接带却还未断开，只因为他们几人开走了平台内唯一的机械艇。等工人们驾驶机械艇再去断开连接带的时候，却已经为时已晚。随着母船不断的在摇摆，连接带也跟着不停的在晃动，导致驾驶员无法去转动开关。而就在这时，海底的平台也已经不受控制，马上就要被拖拽到前面的悬崖。情急之下，尼森立刻呼叫上面的母船，让他们将连接带放长一点，这样海底平台就不会被母船拖拽。可他们却还是晚了一步，因为就在这时，海底平台突然被一块石胶卡住。下一秒，连接带直接将母船上的塔吊拽到了海底。危急时刻，负责人迅速将此事告知了尼森，因为此时正在下坠的塔吊会直接砸中下面的平台。于是尼森立刻启动应急状态，准备迎接塔吊的撞击。所有人全部行动，他们关上了所有的肛门，全部留在了驾驶舱内，因为驾驶舱是平台内最坚固的部位。如果驾驶舱被砸毁，那这些人将无一幸免。看着眼前正在下坠的连接带，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塔吊掉落的位置正是驾驶舱的上方，现在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很幸运，塔吊落在了他们的正前方。可就在众人为此高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塔吊竟然折向了一旁的悬崖。Oh my god. No. What? Grab on, sugar! 在强烈的撞击下，平台内瞬间引起了火灾。危急时刻，众人只能先去救火，而在平台内的电力舱也燃起了火灾。下一秒，
巨大的爆炸让火情变得更加严重，所有人全部投入到了救火当中。而就在这时，整座平台直接卡在了崖边，在巨大的撞击下，平台内瞬间涌入了大量的海水。还没等救火的工人反应过来，海水马上就要淹没了他们。危急时刻，他们只能向其他舱内逃跑。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此时平台内已经启动了应急装置，所有的密闭肛门正在缓缓的合闭，直接将几名工人锁在了舱内。但就在这时，尼森赶了过来，可他却没有一点办法，因为自动门只能在里面切断液压管才能打开。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舱内的几人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正在尼森为此难过的时候，大量的海水从上面喷涌而出，尼森只能前往其他舱室，而其他舱室的门却也正在缓缓的关闭。但就在这危急时刻，尼森直接将手伸进了门里，很幸运，自动门只夹中了他的戒指，却并没有伤害到他的手指。可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动门并没有因此而打开，而他的手指却还在夹缝中无法拔出。但就在海水马上就要淹没他的时候，其他的工人及时赶了过来，切断了液压气管，成功救了尼森一命后，几人便立刻逃到了其他舱，手动关闭了肛门。在阻止了海水的蔓延后，几人便立刻呼叫上面的母船，可无论他们怎么呼喊，母船都没有任何的回答。无奈尼森只能先去检查平台的受损情况，而米娅却告诉他，舱内的氧气只能维持2个小时，现在他们只能冒险去连接外面的氧气管，为舱内提供更多的氧气。等到母船的救援，当米娅准备接通氧气管的时候，周围的灯光却突然熄灭，紧接着有一个不明物体从崖底窜了出来，而且这个物体竟然浑身都发着彩色的亮光。当米娅转过身的时候，也是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生物。可就在这时，这个生物却突然飘向了一旁，紧接着崖底瞬间亮了起来，下一秒，只见一个巨型的生物正在慢慢的从崖底升起。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米娅尝试着用手触碰了一下，果然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不明生物也没有任何反抗，任由米娅抚摸着，好像见到了主人一样。可就在米娅对着生物表示微笑的时候，这个生物却突然向后退了回去。当米娅反应过来，准备用相机拍摄的时候，生物却突然加速消失在了海底。而就在这时，周围的灯也重新亮了起来。米娅感觉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于是她立刻返回到了平台内，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家。可当众人看到米娅拍摄的相片后，却并没有发现奇怪的物体，但是他们却相信了米娅说的话。于是众人立即决定将放出遥控摄像头，对海底进行24小时的录像。而让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摄像头并没有拍到神秘物体，而是拍到了这几名士兵正在对核弹头上安装引爆器。于是米娅带领众人找到了士兵，可士兵却直接挟持了米娅。就在这危急时刻，尼森按响了房间的警报，所有工人全部赶到了这个房间。士兵见状只好放开了米娅，便说到他们是在执行上级的任务。显然尼森几人并不相信他说的话，但是碍于士兵手中有枪，他们只能退出了房间。而士兵在看到他的计划已经败露后，想了想便立刻通知手下将这些工人全部关押起来，而他却自己一人来到了出水口，将核弹头绑在了救援艇的上面。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只因为他是一个极端的人，他想要开着救援艇带着核弹头去引爆留在潜艇内的所有导弹，来释放出自己内心的压力。可当他刚把救援艇开出平台后，尼森从后面追了上来。原来在尼森被关起来后，便立刻想到这里有一个舱门可以出去，然后绕到了另一个舱门，放出了所有人。当尼森追上救援艇后，却怎么也打不开上面的核弹头，无奈他只能找到一根绳子绑在了核弹上。可就在这时，士兵突然放开了核弹，在遥控摄像头的带领下，正在快速的向海底游去。就在这危机时刻，尼森固定住了核弹，成功阻止了核弹向海底坠去。可当士兵看到这一切后，便立刻驾驶救援艇向尼森撞了过来。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米娅赶了过来，直接撞开了士兵，然后将尼森救了上来。可就在这时，士兵却又调转了方向，快速的向米娅撞来。而米娅凭借着丰富的驾驶技术，成功躲过了士兵的撞击。可士兵却因为躲闪不及，直接撞到了一旁的石礁上。米娅看准了机会，直接将士兵推到了崖边，眼睁睁的看着士兵和救援艇追到了崖底。虽然他们成功解决了这个麻烦，可在他们打斗的过程中，遥控摄像头早已经挣脱了绳子，带着核弹头坠向了崖底。现在他们得尽快去崖底找到核弹头，因为几名士兵在核弹上安装了定时引爆器。可当米娅准备启动救援艇的时候，才发现救援艇已经失去了动力，而且无线电也已经损坏，他们无法与平台取得联系。然而更加不幸的是，救援艇也出现了漏洞，海水不停地向里面涌来。很快救援艇内就已经涌进了大量的海水，于是尼森立刻将米娅带出了救援艇。可当尼森游到平台的时候，米娅却已经没有了呼吸。众人立刻对米娅进行抢救，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米娅都没有醒过来的迹象。但尼森却并没有放弃，他反复地做着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还在不停地抽打米娅。终于米娅有了一点气息，众人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不想再失去同伴了。当米娅一切都安稳后，尼森决定前往那深不见底的海底，寻找脱落到崖底的核弹。而里面的水却不是一般的水，它可以让尼森保持着正常呼吸，是氧气瓶呼吸量的几倍之余。而尼森之所以会这么做，只因为核弹脱落的地点是深不见底的海崖下面。一切准备完毕后，尼森立刻来到了崖边一跃而下，同时平台里面的工人也通过尼森手持的摄像头观看着海底的一切。可好景不长，随着尼森下坠的越来越快，身体也出现了明显的不适。于是尼森通过输入的方式将他的状况传回了平台，而工人却告诉他，这是潜水罩里面药水的正常反应。而此时的尼森已经下潜到了3000米深的海域，身体的状况也已经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失去了意识。于是米娅立刻呼叫尼森，反复的提醒他不要睡去。可尼森的回复却已经变成了乱码。下一秒，
在海底的水压下，尼森的灯光全部崩裂，他只好打开了引火棒继续下坠。可此时他已经下潜到了5000米的深度，身体也已经没有了知觉，直接撞上了崖边，快速的向下翻滚着。无论米娅怎么呼叫，尼森都没有了任何回答。几人瞬间绝望了，因为海底的核弹头还有1个小时就会爆炸。如果尼森找不到核弹，他们将会永远留在海底。但就在这时，屏幕上出现了信息，几人瞬间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屏幕上又传来了消息。几人在看到信息后，便立刻告诉尼森，打开导弹后剪掉里面的黄白色相间的线。可尼森却迟迟没有回复。原来在尼森打开导弹后，却发现在荧光棒的影响下，他根本分不出来线的颜色。可他却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平台，因为此时离核弹爆炸的时间还剩下不到10分钟。现在他只能凭着感觉去剪掉引爆线。可当他准备去剪的时候，却还是犹豫了。他瞬间感觉哪里有些不对，于是他换了一根线。下一秒，显然尼森成功了，他不仅救了自己，还救了大家。于是尼森将这个好消息传回了平台，众人也是非常的兴奋。可就在众人高兴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不幸的信息。等到几人看完信息呼叫尼森的时候，却再也没有看到尼森的回答，因为此时尼森的氧气值已经用尽，身体已经无法做出任何的动作，正在静静的等待着死亡。可就在他准备合上双眼的时候，一只不明生物向他飞了过来，并且直接带走了尼森，将尼森带到了一个巨大的基地。当尼森来到里面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两面的水像镜子一样散开。尼森在看到这一切后也是颇为震惊，于是他摘掉了头罩，在吐出来所有的药水后，他发现这里竟然可以正常的呼吸。紧接着几只不明生物再次来到了尼森的眼前，可当尼森准备与他们对话的时候，身后的镜面突然出来了一些字，而这些字正是尼森与平台的通话记录。但此时在平台内的工人脸上全都是黯然无色，因为他们正在为尼森的牺牲而难过。可就在这时，他们的无线电突然传来了呼声，原来是他们的母船找到了他们，马上对他们展开救援。可就在众人为此高兴的时候，海底平台突然出现了剧烈的晃动。与此同时，在上面的救援队也检测到了海底有剧烈的晃动。下一秒，只见一个巨型生物从海底升了上来，将所有的船只全部驮在了背上，并且将海底的平台也给驮了上来。当几人从舱内出来后，直接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可当尼森从里面出来后，众人才知道他们真的获救了。